结婚纪念日当天，我和老公约好了一起去露营，谁知半路上遇到了他的小青梅。小青梅被菜花蛇咬到了胸，老公看到后毫不犹豫地趴在他的胸上给他吸蛇毒。我接受不了，要跟老公离婚，他却觉得我小题大做，我又不是故意亲他胸的，我是在给他吸蛇毒啊！你能不能别这么蛮不讲理？看着丝毫不认错的老公，我彻底死心，果断离婚，祝福他们锁死一辈子。可就在我爆红后，跟别的男人登顶热搜后，老公却发疯一般的求我：老婆，我们复婚吧，你说过你最爱我的。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老婆，他被毒蛇咬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眼前，我的老公许之杰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要去给秦迟迟吸蛇毒了。一旁的秦迟迟被菜花蛇咬到了胸，正痛苦地在地上呻吟。朋友在旁边打电话报警，但山上的信号并不好，他们八卦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低头窃窃私语。许之杰也太豁得出去了，那可是你不知道啊，他喜欢秦迟迟多少年了，他老婆还在一边看着呢。我紧紧地攥起了拳头，手指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我勉强扯出一个微笑，拉住许之杰的手腕。老公，我们报警就好了，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只是好心的提醒。许之杰却皱起了眉，你瞎说什么呢？再晚一点，秦迟迟可能就没命了。可是周围这么多人，也有女生，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他一个大男人做这种事吧。况且他还是我的老公，我应该让步的。毕竟确实如他所说，秦迟迟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我的脚却像是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我不肯放开他，因为我很清楚，倘若我现在放手，许之杰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亲他的胸。我不敢想象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亲他的胸，还要把蛇毒吸出来，是一副怎样的怪异画面。可我也在赌他会不会为我着想，但是我输了。他愤怒地推开了我，那是一条人命，明明我感受不到疼痛，却还是机械性地放开了手。这蛇好像不是菜花蛇，是没有毒的蛇呀。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但许之杰却像是没听见一般，当众跪在地上。我忍住胃里的恶心，开口道：许之杰，如果你坚持要给他吸蛇毒，那我们就离婚，求求你了，别让我失望。然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便毫不犹豫地趴在了秦迟迟的胸上，扯开他的内衣，给他吸蛇毒。我彻底崩溃，独自一人下了山，回到了营地，也顾不上还在生理期，拿起冰镇过的水猛地灌进喉咙里，砰砰乱跳的心脏这才开始慢慢恢复平静。几个留在营地的朋友纷纷凑过来，你不是跟他们去爬山了吗？怎么一个人下来了？我不愿意说话，脑海里还回想着刚刚的一幕幕，最终恶心地吐出来。夜幕降临后，山上的朋友才陆陆续续地回到营地。秦迟迟被几个朋友架着下来，脸上已经恢复了血色，而许之杰则是四处寻找着我的身影。他走到我面前，脸色有些不悦：你怎么自己一个人下来了？为什么没有等我一起下来？你知不知道秦迟迟刚才有多危险？如果不是我及时给他吸蛇毒，他就……我懒得再听他继续说话，径直从他身边走开。这是第一次我在他面前这么冷淡，这么多人看着，许之杰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他冷冷地说：你闹什么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你是要跟我吵架吗？他还在喋喋不休，而我却连一点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我停下脚步，背对着他，一字一句道：说完了吗？许之杰皱起了眉头：
你这是什么态度？说完了就滚！我和许之杰是大学同学，我们在一起4年，毕业后就立马结婚了。本来是想趁着结婚纪念日好好放松，毕竟我最近实在是太忙，没空陪他，所以特地调了时间陪他出来露营。却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了这种事。许之杰被我说出来的话伤了面子，他清了清嗓子缓解尴尬，随后又恢复了平时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离婚吧，回去就去民政局，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纠缠。收拾完行李后，我就打车提前回了家。我拉黑了许之杰的所有联系方式，删除了所有社交平台关于他的动态，算是单方面的宣布离婚了。我不认为有哪个女人看见自己的老公做出那种事还会选择原谅。总之我不会。我要和许之杰离婚的事很快就在公司里传开了，毕竟我们是公司里无数人羡慕的神仙眷侣。离婚的消息是许之杰自己放出去的，听人说他天天在公司加班，还在公司里喝酒，喝醉后就一直喊我的名字。所有人都说是我外面有了男人，放弃许之杰这样的完美男人，是我不识好歹，因为他是富二代，又帅又有钱，还温柔体贴，最重要的是对我深情专一。而我虽然工作能力强，长得也好看，但家境一般，跟他也不是门当户对。其实跟他门当户对的是秦迟迟，他的小青梅。我本来是不在意秦迟迟这个人的，谁还没有一起长大的发小？所以第一次许之杰把秦迟迟带过来见我的时候，我还礼貌地想要跟他拥抱，谁知他朝我翻了个白眼，甩开了我僵在半空中的手，像是宣示主权一般抱住许之杰，一脸挑衅地看着我。你好，我叫秦迟迟，是许之杰的小青梅，最后3个字咬得很重。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秦迟迟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后来果真如我所料，大一的时候，我刚跟许之杰在一起，我们走到哪都能遇见秦迟迟，不管是白天的课堂，还是晚上的操场，甚至是周末约会时，我们去校外看电影，秦迟迟也会买票坐在我们旁边。他喝许之杰喝过的冰美式，吃他剩下的爆米花，就连第一次谈恋爱的我都感觉到了不对劲。我问许之杰，秦迟迟这样是不是有点过界了？许之杰却不以为然地回答，他从小就这样，我的跟屁虫而已，不过他没什么恶意的，你放心。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操场上看到他亲了许之杰的脸，我心生怒火，跟许之杰大吵了一架。许之杰才警告了秦迟迟，开始跟他保持距离。从那开始，他们就再没见过面。前阵子我从大学同学说秦迟迟已经结婚了，我才放下心，想着也这么多年没见了，便让他跟着一起来露营。结果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意外。没过几天，公司同事说运营部来了个美女，叫秦迟迟。我一听那3个字就不禁头大。整理完会议记录后，我就去了运营部。路过秦迟迟工位的时候，正看见他笑得前扑后仰。你是不知道，当时他趴在我胸上给我吸蛇毒的时候有多舒服，他老婆的脸都绿了。还得是你呀，连许经理都能为你放下面子，就凭林风月那个黄脸婆，怎么配跟你比？他们口中的主人公正是我和许之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视线太过于灼热，秦迟迟朝我看了过来，随即就露出一个充满挑衅的笑容。姐姐，上次可真是得谢谢你老公呀，我好久都没有那种被人疼爱的感觉了。我实在忍不了了，放下手里的文件夹就冲了进去，抬起手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秦迟迟被我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捂着脸
愤怒地看着我，但嘴上依旧是不饶人。你以为他为什么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他表白被我拒绝了。你不过就是捡着我不要的垃圾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又是一巴掌，他的脸被我扇得通红。我的脑子已经没有理智了，浑身燥热，只知道秦迟迟无法无天，我要弄死他。我和秦迟迟被带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董事长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是个这么冲动的人。你看看你给人家打的脸像什么样子？秦迟迟捂着脸坐在沙发上，撕心裂肺地喊疼。不一会儿，秦迟迟的父母来了，紧跟着来的还有许之杰。他冲进来，捧着秦迟迟的脸左看右看，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看起来就像是甜蜜的小情侣。秦家只有秦迟迟这一个女儿，他们让我当众道歉，并且还要董事长辞退我。秦家家大业大，但秦迟迟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得来我们公司上班。董事长在秦家人面前不敢再说什么，当即就命令我，让我给秦迟迟道歉。我只是沉闷开口，我不可能道歉，是秦迟迟出言，挑衅在先。董事长气得满脸通红，愤怒地指着我：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不道歉，不道歉你就给我滚！许之杰立马把我拉出来，语重心长道：你道个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别这么倔，本来就是秦迟迟的错，我为什么要道歉？他被我这话气得不轻，愤怒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动手打人就是不对。我冷笑一声：所以你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护着秦迟迟？我不是护着他，我这是为你好，谢谢不需要，我不道歉。董事长气得要辞退我，秦家人更是说要给我一个教训。他们说，像我这样的人不配有这样一份工作。而许之杰至始至终就在一旁看着，我知道他在等我低头，只要我低头，他就能帮我摆平。但我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回到办公室，利索地收拾了所有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被辞退这种事是无所谓的。我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愁找不着工作吗？早在大三的时候，我自己就开了一家网店，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是足够维持日常开销。以我的赚钱能力，就算是离开了许之杰，也能过上舒服的生活。这些我都是准备告诉许之杰的，但是没机会了。我走的时候，他跟着秦迟迟一起上了车。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像是要对我说什么，但最后也还是什么都没说。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其实我倒是知道为什么许之杰会吃准了我会离不开他。许家是江州的豪门，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富二代，自然觉得旁了什么对于他来说都是附属关系。他不怕我离开，是吃准了我爱他和需要他的两个原则。但他想多了，从他救下秦迟迟那一刻开始，这两个原则就已经作废。把离婚协议书发给许之杰后，我搬出了我们的婚房，临时找了一间酒店式公寓住，也开始专心致志研究自己的品牌。手里几个员工都是我的好朋友。目前我们在准备秋冬季的成衣，现在已经打好了版，就等上线了。2个月后，我受邀参加江州服装设计大赛，来的都是江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像这样的名利场，大部分都是甲方找人才，人才找市场。而我作为本次大赛的第1名，还没出面就已经在江州设计圈小有名气，不少资本大佬找上门跟我谈合作。正当我侃侃而谈的时候，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躁动声。我循声望去，正好看见了身穿高定西装的许之杰挽着一袭白色蓬蓬裙的秦迟迟走进来。他们被簇拥着，仰慕着
众星捧月，有些人生来就在金字塔尖，这一点让我深有体会。但有些人后天决定高度，这也是事实。他们会来，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许家是江州商业的中区枢纽，而秦家是江州商业的龙头。秦迟迟身为秦家的独生女，进入名利场是迟早的事。听闻我走后，许知节就高调地向秦迟迟表白了1万朵玫瑰花，所有人都祝贺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忘记了许知节跟我结过婚，忘记了我才是那个正主，又或许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富二代、创一代，像我这样的实力派少之又少，但也正是因为少，所以才格外的珍贵。一阵喧闹声过后，主持人开始颁奖。因为我年纪小，考虑到社会利益的缘故，我是让主理方代替领奖的，而我自己则周转于各个公司老板之间。正打算我准备休息一会的时候，一个服务员朝我走了过来：“林女士，有位先生找您。”想都不用想，我就知道是谁。看见许知节的时候，我并不奇怪，我几乎把会场转了个遍，他不可能没看见我。你怎么进来的？他看着我，眼里带了些复杂的情绪。我猜他是在想，为什么我一个普通人能进来这里，也在暗示我，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你是来找我的。见我不说话，许知节又继续追问。我沉默了，他却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他一定是误会了我是为了找他溜进来的。我不想解释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要是被发现是会被赶出去的。你现在赶紧走。我嗤笑一声，你凭什么觉得我是来找你的？我说话的声音不小，周围人都听到了。他一脸尴尬。现在看见他，我的心里早已没有一丝情绪，只有后悔。后悔我那1年浪费的时间，做了些没有用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光。我是孤儿，父亲害死了母亲，把我一个人丢进孤儿院。因为营养不良，我被孤儿院的孩子欺负，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从小都是一个人，也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某天，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如同一束光一般，朝我笑着找我要联系方式的时候，我是高兴的，是欣喜的。他就像是黑暗裂缝里的一束光，将我周身的黑暗驱散。以后我来保护你吧。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会欺负我了。即使是我家境不好，但凭着优异的成绩和长相，在家里也获得了很多的认可。但他的出现却是给了我底气，所以我朝他伸出了手。许知节带我走出黑暗，又将我推进深渊，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能走出来的只有自己。他靠不住，不是找我的，你还能找谁？难不成你还是来领奖的？别搞笑了，这里的人都非富即贵。他眼里的不屑和讽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原来什么不在意，什么保护我，都是假的。他打心眼里就是看不起我。还没等我开口，主理方走了进来，他恭敬地朝我弯腰，递上了金灿灿的奖杯。林女士，这是您的奖杯和奖金。许知节愣住了，他瞪大双眼看我，面无表情地接过奖杯。我说了一声谢谢，又转过头看他。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是为你而来，但事实证明你想多了。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有入场的资本。主理方捂着嘴，看向许知节的眼神带了些鄙夷，但又碍于许知节的身份收了回去。在许知节目瞪口呆的目光中，我手拿奖杯，头也不回地走出去。大赛的名单很快公布在官网上，公司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林风月，之前有点误会，
这几天我们斟酌了一下，决定还是请你回来上班，你觉得如何？”相比在办公室的时候，董事长的态度明显转变了许多。我单手转笔，轻笑一声：“不用了，董事长，没有想法。”他当我不知道，如果我回去，那就是公司的活招牌，会给他拉来多少的资源，到时候他赚得盆满钵满。但我又怎么可能让他有这个机会？董事长尴尬地笑了2声：“林风月，之前的事情肯定有些误会，是我没有搞清楚起因就顶罪，我给你道歉。你大人不计让小人过。”我笑道：“您言重了，做错事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其实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只要秦迟迟道歉，我就回去。这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没事，你好好考虑。”电话挂了，这话说的有点冒昧。秦迟迟毕竟是秦家的独生女，让她道歉，那就是打秦家人的脸。当然了，我也没抱有太大的期望，就算秦迟迟给我道歉，我也不会回去的。但我没想到，秦迟迟没来找我，找我的却是秦迟迟的父亲。上次见到的时候，他坐着，我站着。再次见面，我们面对面，以一种平等的关系相对。秦迟迟的父亲微笑着：“林小姐，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情况，你是知杰的前妻吧？”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到底想要说什么。知杰和我们家迟迟那是多年的好朋友了，这家公司也是我们家的产业，我们不愿意闹得这么难看，不如我们都各退一步。听完他的话，我算是明白了。董事长把我的请求告诉了他们，然后他们想要逼退我，将这件事销声匿迹，不然要是哪天我突发奇想，把这件事爆出来，加上我网红设计师的标签，那一定是热度拉满，到时候秦家就是风口浪尖，秦迟迟的名声也会一落千丈，秦家多年的积累好名声也就付之东流了。毕竟秦家占据龙头这么多年，没有人不眼红，大家都想做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吸纳人才是他们最好的办法。拉拢我是上策，我伸手端起面前的咖啡，手指轻轻敲击。秦迟迟的父亲微笑着，给我许诺，只要你能跟我们合作，一定能在江州打下一片天。我轻哼一声，秦先生说笑了，毕竟之前你们还威胁我呢，我又怎么能相信你？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即便他再如何说，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秦迟迟当着全公司的面向我道歉，这件事可以既往不咎，合作可以谈。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秦迟迟的父亲一定听得出我话里的意思，他皱着眉，看他沉思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心里有谱了。为了抓住我这条大鱼，牺牲自己的亲女儿也是情有可原。只是我咬不咬钩，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果真如我所料，秦迟迟的父亲回去后，果真要求秦迟迟在全公司员工面前给我道歉。但秦迟迟这么好面子，怎么会同意？所以两人大吵了一架，秦迟迟离家出走了。晚上，许知杰打电话给我，他连前因后果都没问，就开始劈头盖脸地指责我。是你做的，林风月，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竟然是这样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听到他的指责后，我一个没忍住，大笑了起来。我是什么样的人？许知杰，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在我们在一起的那一晚，我和他看着漫天星空，他跟我许下诺言，他说他会永远相信我，他会永远陪着我。漫天星空下，少年的声音格外洪亮，我信了。血淋淋的事实却是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电话那头，许知杰愣住了，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异样的情绪，他总感觉我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曾经谈恋爱那个碰一下就会脸红的女孩子，好像有些变了。许知杰咽了口唾沫，他承认自己是有私心的，毕竟和秦迟迟两人多年的情分，看见他被人赶出来，自然是不好受。秦迟迟又是一个很要面子的女人。良久，我叹息，算了，许知杰，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事情确实是我做的，让你失望了。我就是你口中的那种人，要是没事的话，我就挂了。等等，许知杰心脏跳得厉害，直觉告诉他，他不能就这么挂了。他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但是他又拉不下这个面子，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之间不论是大吵还是小吵，我都是最先低头的那个，他永远都是被哄的那个人。过了半晌，许知杰说道：“林风月，做人不要太绝了，你这么对秦迟迟，就不怕以后遭报应吗？”报应！我扑哧一声笑出来，笑得前扑后仰，笑得肚子都一阵抽痛。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我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秦迟迟跟我道歉，不是应该的吗？你知道他当时跟我说了什么吗？许知杰，秦迟迟说他很舒服，说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趴在他的胸上亲他，他很舒服。你告诉我，我打他不应该吗？还是说我要让秦迟迟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干了件什么大事？这要是传出去，公司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话音刚落，许知杰就焦急反驳：“我不相信，他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以为我话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是能回头的，却没想到他还是坚持要护着秦迟迟，宁愿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老婆。真好，他们的感情真是情比针坚，不可撼动。我跟秦迟迟认识那么多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不依不饶的维护，让我觉得我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笑话。我认真地问道：“许知杰，既然你喜欢他，当初为什么跟我在一起？这是我非常疑惑的事情。是因为同情吗？还是因为一时冲动？”许知杰一口否认：“我不喜欢秦迟迟，他只是我的发小。”我真是被他的回答给气笑了。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你们真是适合过一辈子。林风月，你说什么胡话？我跟秦迟迟从小一起长大，熟的不能再熟了。要是有点什么，哪还有你什么事？你为什么总是揪着那点事不放？认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小心眼的人。我愤怒地吼出声：“那你就去问问，谁的老公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其他女人的胸？我不想这样的，但我实在是太气愤了，愤怒吞噬了我的理智，我冷静不下来，身体颤抖着，后背出了一身汗。许知杰的话里像是掺了冰，说到底，你就是不相信我，你的思想怎么那么龌龊呀？就觉得我是脏的。既然我说再多都没用，那就到此为止吧。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秦迟迟，他是无辜的。”他的话越说越离谱，我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为难秦家大小姐？只是他关心心切，什么都不听罢了。不要再打给我了，许知杰，我嫌脏。我本以为既然做不成夫妻，认识这么多年，做朋友也无可厚非，但现在看来，做朋友是不可能的，那就算了吧。公司上市的前期，我很忙，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项目技术上出了些问题，工作室的合作伙伴带来了新员工，他叫王文新，是江州艺术大学的博士生。王文新活泼开朗，人也机灵，想法很多，行动也多。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不一样的思路，每次都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咬着奶茶吸管，朝我笑得如沐春风，压抑好些天的情绪，我也放松地跟着一起笑了起来。有了王文新的加入后，项目技术迎刃而解，
公司上市面临最后一步，应酬也变得很多。我常常喝到很晚才回去，但是回报远超于付出。我的名号逐渐在时尚圈里被熟知，圈子里组局，邀请年轻的设计师参加晚宴。晚宴上来了不少人，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宴会厅里七七八八落座不少，个个非富即贵，只有2、3个坐在角落，显得有些不合群。那群富二代的视线落在我身上，好奇地打量着我，他们在赌我会去哪一边。名利场上就是这样，这群富二代在同一个圈子长大，利益交织，是早就绑好的关系。但我们却不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条是走自己的，一条是加入他们。有些不识好歹的人，因为拒绝了富二代的邀请，还没进门就被卡死在门外，倒闭破产，公司破人亡，都是常有的事。在座的也都是聪明人，大家都明白，一旦加入他们，以后公司的发展自己就无法决策了。我站在门口矗立良久，看到了秦迟迟那张看好戏的脸。我猜这个局他是故意的。这群人精得很，一个个都把狐狸尾巴藏了起来，稍有不慎就能把我给吞了。我沉思片刻，微微一笑，大家都是朋友，第一次见面，作为最后一个到场的人，这次消费我来买单。说完，我叫来服务员开酒，最后落座在那孤独3、3两两之中。我这一做法，无非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表明了对商业龙头的尊重，他们不会为难我。旁边的人投来感激的目光，我没有理会，只安心吃自己的饭。吃到一半，有个女人喝高了，醉醺醺叫来服务员，在她耳边低语了2句。那服务员点点头，出去没一会儿就带进来了几个精壮的男人。一瞬间，宴会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死死地攥住了手，身边的人也有些手足无措。大家都是朋友，不要拘谨。谁今天走了，那就是跟我们过不去。这话的意思是强迫站队了。秦迟迟在一旁笑着，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挑衅。看样子，他今天就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在男人要凑上我之前，我强装镇定地开口：“你们确定要这么做吗？”坐在对面的富二代微微眯起眼睛，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眼里带着审视，带着威胁。我站起身，掏出一块智能手表，打开了摄像头。他们的脸刷的一下就变了。进宴会厅之前是要收手机的。我知道今天这场一定是鸿门宴，所以我特地带了一块看起来老旧的智能手表，但实际上是智能手表的东西逃过了检查。所有人都没想到我的胆子会这么大，就连那些刚要蠢蠢欲动的男人都吓得大惊失色，呆愣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最为害怕的是秦迟迟。林风月，你干什么？要是被人知道他干这种事，那他就彻底的玩完了。他站起身就要扑过来抢我手里的智能手表，我侧身躲过，他一下子扑了个空。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声道：“秦小姐这么闲呢，想必你父母还不知道吧？作为朋友，我应该好好提醒提醒你，要是你们不放我走的话，后果自己去想。”最后，我全身而退。出来时，几个被胁迫而来的人纷纷向我致谢。我摆了摆手，既然都是同一条路上的人，做个顺水人情，将来或许都会成为人脉。王文新来接我，他担心得要命，把我左左右右看了好几遍，才松了口气。他也经历过创业，知道那群畜生有多恶心。周围的人见我有人接，也不再热情地邀请我一起走。有人调侃，怪不得是网红设计师，工作室选的人都这么有水平。
下次有没有空教我选人呢？王文新扑哧一下就笑了，这什么年头，还用这种办法搭讪？我叹了一口气，拉着王文新赶紧走。车上，我脱下了外套，感激地对王文新说：“幸好去之前你提醒了我，要不然我今天可能真不好回来了。”王文新摆了摆手：“小事，不过有视频在手，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我想过，秦迟迟会找我求和，毕竟视频一旦暴露出去，秦迟迟将面临的不只是秦家父母的责骂，还有来自社会的教训。不仅如此，秦家甚至都有可能被他的一时冲动给拉下水。毕竟这种事是法律命令禁止的，居然还想套路我，却不知道自己是亲手将把柄送到了我面前。秦迟迟并没有找我，反倒是许之杰找上了我，他求我删了视频。秦迟迟现在不好过，一定是被人下了套。这个视频要是流出去，那些秦家外面的竞争对手岂不是虎视眈眈？我知道你讨厌他，但他是无辜的，那件事归根结底是我的错。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只觉得恶心。他趴在秦迟迟胸上吸蛇毒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许之杰不知道，在他眼里，单纯被下套的秦迟迟才是真正给别人下套的那个人。他咬牙切齿地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我知道你讨厌他，但也不至于这样吧？秦家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这样做是把秦迟迟往死路上逼。林风月，算我求你放过他。眼前这个和我相恋多年的前夫，居然会放下自尊求我放他的小青梅一马。如果我放过了秦迟迟，你能保证他会放过我吗？我手里拿着的足以毁掉秦迟迟，但他为什么不想想，比起秦迟迟，我才是那个举步维艰的人。许之杰，你为什么不想想，被下套的人是谁？还是说，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奸诈的坏女人？”他沉默不语。我又说：“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感谢你给我的自信和底气，我珍惜你，爱你，所以我努力地对你好。但你扪心自问，我作为一个女人，能接受自己的老公做这种事吗？我不是圣母白莲花，没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公做这种事，看他没有反应。我知道自己这些话又是白说了，我这些天挺累的，如果没事的话，麻烦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许之杰张了张嘴，刚要开口，忽然屋里传来了清冽的男声：“饭做好了。”是王文新的哥哥王天川。王文新见我最近心情不好，便喊来了新晋影帝王天川。王天川进门的时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心想，也没跟演艺圈的人打过交道，怎么突然来了个影帝？王文新这才贼兮兮地告诉我，王天川是他的哥哥，是他喊来陪我解闷的。王天川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许之杰。这位是……看到王天川的瞬间，许之杰的脸都白了。王天川高大挺拔，那张脸更是帅得无可救药。他是谁？我是他的，我抢答，男朋友。许之杰后退2步，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他是你男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就这段时间的事情，而且我们马上要结婚了。我拉着王天川的手，神色温柔。他也立马反应过来，配合我的演出。你骗我是不是？林风月，这不好笑。许之杰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压根不信我会这么快再跟别人在一起，他坚信我还爱他。许之杰，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们会复婚的。他忽然崩溃，愤怒地看着我。当时是你逼我离婚的，我是怕你生气才答应你离婚的。你凭什么和别人在一起？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离开我。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真是搞不懂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世界上哪有既要又要还的事情？他既然选择了秦迟迟，那我绝不可能再成为备胎，而且我也不接受他所做的一切。他走过来，强行搂住我。风月，你告诉我，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只是为了气我，你还在生气是吗？我知道你是因为吃醋，但是秦迟迟只是我的发小，我得帮他。只要你答应我不把视频发出去，我们复婚，我就跟他断绝来往。我们复婚，好不好？看着他现在的模样，我就想起当初自己求他不要救秦迟迟的样子，真是卑微到了尘埃里。没必要了，他只是不想我离开，不是真的爱我。这种话他说过无数次，我也信了无数次。这一次我不会再信了。我冷漠地关上了门。王天川好奇地问道：“你前夫？”我闭口不答这个问题，转而进了餐厅。吃饭吧。好。后来我还是把视频发到了网上，这里面出现的都是不少的富二代，辨识度很高，一下子就被人认了出来。最开始秦家已经准备好了公关，可谁知官方把视频推上了热搜，谁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了。秦迟迟的父亲大发雷霆，当即表示要跟秦迟迟断绝父女关系，但却因为她是唯一的女儿，他又后悔舍不得了，只能认栽。许知杰为了帮秦迟迟，不惜趟这趟浑水，想要替他解释，结果人没捞到，反而把自己也带了进去。网络上骂声一片，秦家股价持续下跌，各大企业纷纷开始解约避险。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公司上市了，借着这个热度，我被打上了时尚圈清流的标签，来合作的人数不胜数。半年后，许知杰被查出口腔癌，在父母的逼问下，他说出了那天帮秦迟迟吸蛇毒的事。许母是大学教授，得知自己的儿子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被气进了医院。秦迟迟和几个富二代被查，锒铛入狱。公司举办庆功宴的那天，我正和员工们喝庆功酒，远远就看见许知杰孤零零地站在门口。保安告诉我，他有话对我说。来蹭庆功宴的王天川缩了缩脖子，好冷啊！我立刻会意，把门关上吧。王天川惊讶地问我：“你真放下了？我的人生里不只有爱情一件事，难道赚钱不香吗？”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灿。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